不補習只花3個月就考上高考榜首，到底有沒有這樣的可能？今天就跟你分享這一篇 Dcard 的一篇文章，我把它整理成一個表。好，我們先來講第一個，這個文章的主角呢，他的讀書計劃是怎麼做的呢？他不補習，時間相對彈性，以3個月短期衝刺為核心。我們一般聽到的上榜的方法是，通常要設1年的計劃，要先跟課、統整、做筆記啊，最後考前衝刺啊，寫題目、寫考古題等等。我這邊的看法是這樣子，做讀書計劃無可厚非，但是你必須要滾動式的修正。每一周呢，你應該都要 review 一次你的讀書計劃到底有沒有照你所想象的去執行。定讀書計劃的最大的目的，並不是在跟進你的所有的讀書的時程。我們一天假設有8個小時全職的考生去讀書的話，你會發現，當你規劃8小時的時候，你真正讀的時間可能只有4個小時。所以一開始在規劃的時候，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緊，也不要認為這個計劃你一定可以達成得很好，很難。我建議讀書計劃達成率能夠到60到80就已經相當不錯。所以定讀書計劃，與其講是要跟進你的進度，倒不如說是要幹嘛？是要找到建立屬於你自己的讀書節奏，這才是讀書計劃最重要的目的。後面呢，你就可以自由的去調整你的學習頻率跟理解，不用過度依賴的讀書計劃去規定自己一定要做什麼，到時候沒有達成又覺得灰心喪志。第二個部分是學習材料跟方法。所以作者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他認為啊，一開始啊，你不要寫題目。他的一個核心的觀念是讀題庫不做題，抓大的放小的，也就是只讀那些高頻會考出來的考。所以他會認為要理解重點跟章節。我們一般常見看到的上榜者分享的是什麼呢？先補完教材講義課本內容，再以考古題來做一個指標的複習，搭配一些名師的講義啊等等來做整理。我的看法是什麼？這2個方法都沒有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我們每次讀完一章、學完一個單元，你應該要先靜下來重新想一下，我剛剛到底學了什麼，甚至看着目錄去驗證剛剛學了什麼，忘了就去翻。所以不斷的重複的過程，你就會加深印象。而且我覺得一開始你就可以開始寫選擇題，跟這一個榜首講的很不一樣。這個榜首講的是你根本一開始就不需要寫題，寫題根本是浪費時間。你應該要抓題，看懂題目，看懂解答。我在選擇題這個部分，我不是非常的認同。在選擇題的部分，我會建議是以做代讀。你做題目去回頭再讀的時候，你會加深印象。因為很多同學他考試的時候，他缺乏的是問題意識，他只是不斷的把內容讀到腦袋裡，但是他沒有一個檢驗的過程。常見的上榜方法，我個人是覺得蠻合理的，就是說分章節去整理你讀書的重點啊、順序啊，做一些預備啊，每一科平均進度，我覺得是 OK 的。但是你會發現，大部分會因為補習班的老師的一個限制，我們會想要把所有的範圍都覆蓋到那個覆蓋面，這跟前面榜首講的很不一樣。前面榜首是很精準的找到會考的地方去看懂它，這一個方法是比較像是我們已經準備到最後階段，最後的策略。前面我已經積累了一定的實力，到了最後那個階段大幅的衝刺。所以他這個方法呢，底下很多同學留言，這是一種以終為始的方法。我們再接下來看他的下一個筆記整理技巧，僅記錄關鍵字、法科尼達摘要、題目或觀念難解，用網絡啊、搜尋 Google 啊來尋求解答跟補充。他在文章內容裡面講到很清楚，說他認為法條啊，重要的法條逐條看，不懂的就 Google， 務求理解重要的法規的內容的原文，整個完整的內容。常見的上榜者，他寫筆記就是章節摘要、精華筆記、臨考複習心智圖啊、大綱啊、題庫本啊、歸納表格啊，就是做得很完整。我的看法是，你只需要做你在考場上看得完的筆記就可以了。所以這個筆記的內容的分量是必須你在20分鐘到30分鐘之內可以把它讀完的東西。所以你做得太完整，你上考場也用不到，你必須要精簡它。所以我不贊成你每一科筆記都做得很完整、很地毯式，把它做得厚厚一疊的，你根本沒有時間在考場上讀。你如果真的要做，你也應該要上考場之前把它消化完畢。
那其他科呢，你只要抓重點，用卡片做出單元式的摘要重點，跟他前面那個講的概念很像哦，所以我會覺得在做筆記的部分上，例如說你考一般行政，那我覺得林肯行政法或許要做一個完整的筆記，但其他科呢，你只要做重點摘要筆記其實就可以了。再來是題庫跟考古題的用法哦，這個榜首講的是不用每一題都會解，找出常考的，然後題庫呢以章節去挑，你會發現它整個重點都在於說，我就找重點來讀就好。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盲思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辦法這樣做，這是很少數的人做得到的。而要能夠做到這些東西呢，等於是直接進階到考試的最後準備階段的這些策略，它前面要有足夠深的積累。我講一個故事啊，當我當年還在考這個國家考試，正在預備的時候，我就有身旁的一個前同事，他在2個月內就考上了鐵路特考的高原3級，他只讀2個月全職就考上，而又因為他英文本身有非常好的基底，所以他在英文那科分數上根本就不需要準備就可以考很高的分數。他可能積累了很多讀書優良的學習習慣，在2個月內就可以考上一個之前從來沒接觸過的考試。他完整個用的方法策略就跟這一個分享的同學是很像的，這個榜首。所以重點在於，我們在看到一個人他可以在短期內考取的時候，你要學的不是他的方法，你要看的是他的背景，還有他當時的情況。有很多考上的同學，他在短時間內，或者雖然时間拉長，但他沒有很努力準備就上榜。有時候你去看他讀的學校，你就會知道說他在求學生涯的時候，他就已經積累了很深的功夫底子，所以他來讀這個的時候，他只要喚醒他以前準備大考的經驗，他就可以比你花更少的力氣就考上這個考試。所以很少有人真正完全掌握了讀書的方法跟他的整個準備的階段的調整的步驟，所以他必須要從零開始走過那一段一段，這就是補習班的用途。所以他會覺得你不要只聽信那些補習班名師講的東西，你要用你自己的判斷力找到重點的症結所在。所以当然很多人就在裡面也會去批評他，認為說這些方法可能只適合某些人。但我的看法是，他的這些整套準備方法，就是在準備階段的最後一個階段衝刺的那個階段用的東西，跟我所了解，跟我在輔導學院裡面用的東西是如出一轍。但是這個方法很少有同學可以在準備的初期就可以應用這一段，他前面要積累很深的一個讀書的理解的能力，就是他對於讀書這一件事情，他已經有足夠深的理解，他才有辦法做到。他可以很容易輕易判斷，就算是他從來沒有學習過的學科，也可以很快的抓到裡面的核心重點。這個就是功力。我們接下來繼續往下看，補習與自學方向，這就是他講的，完全靠自律，完全自學，不需要補習班。但我們大部分的人從零開始，我們都需要一個補習班，他幫我們從零開始建立這些學科的知識的骨架，甚至呢，他會帶着我們去做，該去上課啊，要交作業啊，就是課程要跟完啊，你會有一些壓力。大部分的人是需要被 push 才有辦法前進。我會建議，其實兩者都沒有問題。這個榜首他有講到，他不覺得說補習是壞事，但是他會覺得你不要只依賴補習班，這我也是很認同的。你有經濟能力、有時間的人，你就去補習，那幫我上一整個系統的課程。重點你要知道，你適合去這樣被 push 上課，還是適合自學？有很多優秀的同學，他在聽課聽到一半的時候，覺得這個老師啊講的還不如自己讀的時候，他就會果斷把一定比例的函授課程直接放掉，直接靠自己去讀。但不是說他都沒有讀哦，他一樣有先看過大部分的函授課程，可能進度已經看了一半，但他最後做了一些選擇。再來是進度分配的部分。一樣，他的貫穿的所有方法就是抓大放小，只抓那些會考的地方，其他不花時間，考古題也不花那麼多時間寫。他走的是一個，我就抓重點就去考上。在他的文章當中，並沒有講到說他是第幾次考上，他沒有講，所以我們大膽的猜測，他可能也不是一次考上。所以我再次強調，沒有人知道自己會考榜首，所以我非常的認同這個榜首他講的，不要盲目模仿某一個上榜考生的方法。你要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一般的常見的上榜者的方法是主科為輔，副科穿插，例如說共同科目啊就穿插，到快要考試才開始練申論、練題目。像常常你看這個 Dcard 都會有人就說，哎，我到底寫考古題要寫5年還是10年啊？這個算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我會覺得啊，你要平均強，怎麼樣確定你有平均強？模擬考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你自己考自己嘛，找到自己的問題，你才知道哪邊去努力。就像一個長條圖嘛，我現在6科這些長條
條圖都在往上漲，但是我發現有一顆掉下來，我趕快去補那一顆，其他顆又有一些掉下來，我再去補那一顆。我要讓這一條長條狀的這個往上漲的這個圖啊，盡量保持很平均的狀態，這就是平均牆的概念。平均牆不放棄任何一顆，這樣才能夠容易考上考試。他有聊到血糖穩定的重要性，還有減糖避免睡意影響專注。這個部分我真的是這幾年才深有體會。以前呢，我並沒有這個概念，就隨着你的身體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但這幾年我有注意到，你的飲食對於你的讀書的影響是巨大的。你要非常了解自己吃什麼是合適的，血糖不會波動過高，你會很容易陷入一種突然很亢奮，然後急速墜落的情緒，你就很難堅持下去讀書。一般大家上榜者他只會講啊，要規律，要睡飽，這個當然是很重要，要運動。那甚至呢，就是要怎麼樣去調配那個時段。那我覺得只有一個很重要的點，你一定要在固定的時間去讀書。盡可能去吻合考試的那個准考證的考試的安排的時間去讀書。只有你在同一個時間學習，同一個時間去考試，假設你可以做到很精準，例如說早上是考國文，我就是一律是早上讀國文；下午是考行政法，我就下午都是讀行政法。如果你可以盡量做到很精準，你就可以在考試中呢非常穩定的發揮你那時候讀書的效果。動機、自律跟心理，當然這個榜首它就是強調你要很自發性，你很有自律的習慣，面對你自己過去的落榜的經驗，然後去加以調整。大部分的上榜的同學的講法都是說，我們要明確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一年要考取長期作戰的意志。有些人會說要有一些戰友啊等等，我一直都是不太贊成要有戰友的。最重要在準備考試的動機、自律跟心理裡面，我所強調的是讓這一台腳踏車可以繼續往前走，走得慢也沒有關係，讓它一直可以運轉，像一個永動機一樣。這裡面最重要的是你要能夠看到自己在進步，持續下去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覺得你有在進步，你有進展。所以定時輸出是唯一不變的法則。而這種情況呢，就是你要定時做題目，不用多，每天做一點點。所以跟他前面講的是不一樣的。前面這個榜首還是說他不做題目，他是看題目，把題目看懂，把重點抓出來。所以他題目是做很少的，照樣考榜首，這是非常厲害。我的話就會比較傾向穩紮穩打，每天做一點題目，慢慢累積，不求多，也不要只有考前才開始做，而是在每天就做一點點，而是你一直不斷的跟自己沉澱，這樣子你離上榜會越來越近。自己對自己好才是最重要，自己去想通一些事情才是最重要。感性上是背水一戰，我一定要破釜沉舟；理性上呢，還是要去思考這一次考完以後，還是要重新的檢討，重新的去思索，在這個階段我應該要怎麼做才可以幫助我考上。最後一個呢，就是臨考應試檢核，它的方法就是考前整理多的重點，這是榜首。大部分的考上榜的同學所回饋的就是把它再讀一次所有的重點，不要太焦慮，也要參加一些補習班的模擬考啊，去加強。我一直是提倡你自己為你自己做準備，模擬考放鬆。你模擬考做的越多，你上考場越不會害怕，因為你自己模擬考做的多，你就知道要計時，你就知道速度要大概卡在哪裡，在模擬考的時候就把自己的問題加以改進。所以今天講了那麼多，共就是分在這3種類型的一個準備方式，讓你有多從不同的角度提供給你參考。謝謝你收看，我們下期見。